说到酒店，大家可能马上想起深夜时段有酒喝有小姐的地方，但你知道吗？除了这种晚上营业的酒店之外，其实还有一种在白天就营业的无偿酒店，而且虽然叫做酒店，里面居然不喝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无偿酒店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无偿酒店是台湾8大行业的一种特殊文化，而最近有一本叫做《欢迎光临无偿酒店》的书，就对这个产业的文化写了很多的东西。这本书的背景很有趣哦，它的作者笔名叫做少女 A， 本身曾经在无偿酒店当过小姐，而且很特别的是，她不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低学历的弱势者，反而呢是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研究的主题就是性别议题。而带着学术视角和实际的经历，少女 A 写下了一系列对于无偿酒店的观察。在线上媒体 Bills Monthly 连载，然后大受欢迎，最后集结成了这本《欢迎光临无偿酒店》。那到底无偿酒店是什么？少女 A 对于无偿酒店跟台湾的性产业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观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看电影或纪录片来了解各种不同的故事或议题吗？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广告哦，因为我们要大放送免费序号，让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够在家轻松的欣赏电影。Giloo 是一个台湾的线上影音平台，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展片、知名得奖电影，包含像是纪录片、剧情片等等，非常的丰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影片主要都是以主题影展和议题来做分类，所以观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挑选不同深度题材的电影，拓展视野。那现在 Giloo 上面有我们最新一波的志祺七七私房片单，是经过精心挑选团队成员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电影。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注册会员并使用专属序号，就能够免费观看私房片单里面的所有电影，一共30天哦。一般想到在酒店上班的小姐，大家可能会觉得她们都是家境不好、学历不好，迫不得已才会到酒店上班。不过每个人迫不得已的样貌其实都不太一样哦。少女 A 其实家境还 OK， 书也念到了研究所，还有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在进入酒店工作之前，她甚至连酒都不会喝。但她之所以会去酒店上班哦，并不是为了要做田野调查写论文，而是因为她有一天忽然被设计公司开除，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每个月房租、生活费还有宠物的开销，忽然变成了很沉重压力。而同时少女 A 有精神上面的障碍哦，遇到了病况不好的时候要全职工作非常的困难。更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她研究所的毕业年限已经满了，急着要把论文写完才能够毕业，所以这个新工作还不能够占用到她太多的时间。而各种不幸的状况同时发生，她就在这种很矛盾又紧迫的状况之下，很焦急的找工作。后来她偶然看到了一个求职网站上面的征才资讯，上面写着时薪1000起跳，不喝酒，任意排班。她看这个工作时间弹性，有钱赚，还可以不用喝酒，没有想太多就决定要应征。而很快的他也被录取了，对方跟他约好隔天下午到林森北路的无偿酒店去看看工作环境。那虽然已经应征上了，但其实连少女 A 自己也搞不太清楚无偿酒店到底是什么，去酒店不喝酒不陪酒到底要干嘛。而入行之后，他才发现原来8大产业有很多类型，而且不同类型的店客群还会有很明显的阶级差异。书里面就介绍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所谓的护肤店，也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按摩店啊、养生店、手枪店等等。而这类店家的 SOP 很明确哦，小姐呢会先帮客人洗澡，接着在护肤床上面提供性服务。跟酒店比起来，这类性服务的工作性质比较偏向单纯的肉体劳动，价位上面也比较平价。而如果是那种想要花钱享受高级服务的人，就会选择去比较高消费的酒店，也就是所谓的礼服店。而到这里的顾客也比较多白领或是中产阶级，而小姐的条件一般也比较好，里面提供的不只是性行为哦，还有一种享乐狂欢的氛围。就像是华灯初上里面说到的他们卖的其实是一种暧昧。虽然华灯是日式酒店跟台式酒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这类服务的性质上面还是有相似的地方。而最后还有一种摸摸茶或者叫阿公店啊、茶室的地方，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介绍哦。这类店家呢，其实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的淡水渔港。而到这里的客人大部分年纪也都比较大，很多是渔夫、工人等等的劳动阶级。而跟酒店比起来，阿公店的气氛比较休闲
放松，还可以泡茶、唱歌、按摩，被形容是老派的温柔乡。里面呢会设有一个一个的小包厢，让小姐端茶进去提供性服务。那今天要谈的所谓无偿酒店，其实就是介于阿公店跟酒店之间的产物。因为酒店一般晚上呢才会开门营业所以业者为了要利用白天闲置的时段，就会转用这个场地来经营阿公店形式的服务，善用空间的同时呢，也有机会把客人留到晚上。少女 A 在上班之后呢，被赋予了一个叫做小慧的角色。小慧的人设是单纯的邻家女孩，她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第一次来到8大行业工作，做的是所谓的 A 保。这个 A 保的意思是呢，纯聊天，不提供性交服务，也不可以摸下体。但说是这样说，大家也都清楚，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少女 A 跟同事在上班的时候，会先给客人看台，也就是让客人看看会想要点谁服务。被点到台的这个小姐呢，就会到1对1的包厢，在里面呢被摸、被亲、脱衣服都是基本，想要性交也可以谈。而少女 A 遇到的第一个客人呢，就不停的毛手毛脚，要求各种肢体接触。但不管少女 A 再怎么拒绝，对方呢还是不停的撸她。但是为了生计呢，她再怎么样觉得恶心不满，也只能保持微笑的做下去。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好奇，一个念性别研究所的人到酒店工作，难道不会觉得很痛苦吗？少女 A 坦白说，当她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跟其他小姐一起排站，让客人坐在沙发上面打量挑选，她觉得非常不舒服，好像违背了自己学过的各种训练。但是因为现实的压力，她必须要强迫自己进入小慧的角色，暂时的忘记掉自己。不过她的训练也让她观察到说，小慧这种 A 保清纯学生的人设之所以会那么的受欢迎，其实跟无偿酒店的顾客样貌有关。会到无偿酒店的客人呢，大部分都是年过50-60的中老年人，他们大部分已经没有什么性能力，也没钱没体力到酒店去玩。少女 A 认为他们最后能够把握自己男性尊严的方式，就是到无偿酒店去，透过消费女性身体的珍贵与纯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不少老客人跟酒店干部们的关系呢，其实也已经不单纯是消费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偶尔来捧场坐坐，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所以这本书里面，少女 A 对这些客人的感受其实是有点复杂的。一方面，她厌恶这些客人有些很过分的行为，但同时也对他们带有同情的感觉。不过这样子的体悟呢，也并没有让她的工作变得比较轻松。在无偿酒店当小姐会遇到什么困难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要被占便宜，要先忍受呢不喜欢的肢体接触，而且客人的手常常不干净。少女 A 呢，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各种霉菌啊、尿道炎都来。遇到这种状况，小姐们也只能够自己摸索求生，自费去看诊打针，然后也没有办法休息，隔天要照常回去上班。不过这种身体上面的不适还算是大家比较能想象状况的。根据少女 A 的观察，做酒店小姐最辛苦的其实是情绪劳动。因为不管面对多糟糕、多奇怪的客人，酒店小姐都不能够表达出不满的情绪，必须要不停的表现出很快乐的样子，违背自己的意志来讨客人的欢心。而这种无穷无尽的表演，加上生活的压力，让少女 A 还有很多的酒店小姐都承受很巨大的心理压力。少女 A 也因此需要常常去看心理咨商，一度呢看到中年异性就没有理由的觉得恶心跟厌恶，甚至会因此失去对男性的信任感，很难进入一段正常的亲密关系里面。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呢，跟性产业的社会观感有很大的关系。性产业工作者面对的种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跟社会的负面观感有关。少女 A 的书里面就提到呢，即使是身边最亲密的人，也很难接受她做这份工作。比如少女 A 当时交往的男友呢，就不太愿意把她介绍给亲友，还把她上班要穿的这个小礼服全部塞在角落，不想要放在衣柜里面。连身边的亲密伴侣都觉得不自在，一般大众对于小姐的异样眼光当然更加的严厉。尤其在疫情爆发之后，8大行业被紧盯，更是让小姐们的生活大受冲击。少女 A 也在这重重的压力之下离开了这份工作，但是在离开之后，她跟身边的人聊起这个经历，才发现原来身边也有朋友曾经做过酒店，只是大家都不敢公开。而少女 A 把自己跟身边的人当小姐的故事整理起来，投稿到了线上专栏。而在专栏露出之后，非常的受到欢迎，她也意外的接到了很多做过小姐的读者主动私讯，告诉她自己的经历。少女 A 在听到这些分享之后呢，得出了一个观察会做酒店的人其实形形色色，有不少人可能也都做过其他的工作，
过，例如曾经做过餐饮业、当过职业军人、做过直销等等。但他们最后之所以会选择做酒店，除了因为想要更快的赚钱，很多时候也跟缺乏社会支持，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帮助有关。而在进入酒店之后，他们虽然可能暂时的解决经济的问题，但因为这个行业缺乏保障，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却更加的求助无门，全部都要靠自己摸索，一个不小心又会掉入到更危险的处境里面。我们在看欢迎光临无偿酒店的时候，其实心情也是蛮复杂的。我们理解说，性产业涉及到很多社会跟法律层面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呢，有不少人甚至批评说，8大行业就是造成防疫漏洞的主要问题。但性产业之所以不会消失，是因为这种性跟陪伴的需求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只要有这些需求存在，也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服务跟从业人员。所以，就算一个社会再怎么恐惧、批评或嘲笑性产业，这个产业也还是不太可能会消失的。而更有可能的状况是转入地下，变得更加的难以管制，也让大家担心的健康风险、性剥削、暴力等等的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那我们认为少女 A 这本无偿酒店呢，可能就是帮助我们正视性产业和性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开始。少女 A 就表示说，她希望透过介绍酒店生态跟经验，一方面让那些身在性产业里面觉得很无助的人，可以透过别人的经验来学习到生存之道；而另外一方面，也让大众更加了解酒店的生态样貌，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产业能有更多的了解跟同理。因为作者是性别研究生，所以里面除了酒店故事之外，还有很多蛮深刻的观察跟想法。书里面没有太多的大道理，非常好阅读，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买书支持出版社哦。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最后想问大家，你怎么看待性产业的呢？ A 支持性是正常的需求，性服务应该要被正常的看待。B 反对性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拿来交易。C 虽然支持性产业但现在还缺乏管理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不应该营业。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欢迎光临无偿酒店》这本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月赚近1000万的旅游楼凤以及性交易好不好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